你可曾想过，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村庄，进去10个人，9个可能回不来，即使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没有命令，也不敢贸然闯入。这里地下埋藏着超过50万颗未爆炸的地雷，每平方米土地下最多能发现4枚致命武器。这里的村民自嘲道：“我们村87个人，只有78条腿。”这不是好莱坞战争大片的场景，而是中国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八里河村，世界上最危险的地雷村。当人们谈论越战遗留的地雷问题时，通常会想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美国政府自1993年起已投入超过40亿美元用于全球排雷行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边境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与美国主要通过资助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排雷不同，中国的扫雷行动主要依靠自己的军队和民间力量。这是2个大国应对战争遗留问题的不同方式，目标却都是让人民远离危险。在中国边境，有这样一群人，几十年来与死神共舞，他们的每一步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步。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庄，警示标志上的骷髅头随处可见，他们不是万圣节的装饰，而是真实的死亡警告。战争早已结束30余年，但这里的战火硝烟从未真正散去。一种被称为塑胶雷的冷血杀手，有效期长达120年，这意味着直到2100年，这片土地仍将危机四伏。这个村子里有一位不可思议的村民，名叫王开学，他没有专业训练，只靠一把农民使用的镰刀，在31年间排除了超过14000颗地雷，开垦了225亩土地。每一次他走进雷区，都意味着与死神面对面。为什么一个普通农民要冒如此大险？因为他11岁那年，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地雷炸得支离破碎。在和平年代，八里河村的村民们如何在这个死亡禁区生存？政府和军队又是如何与这片土地抗争？这些隐蔽的杀手如何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个鲜为人知的地雷村，见证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与勇气。在繁华的今天，很多人已经忘记40多年前的中越边境曾经战火纷飞。1979年2月17日，中国被迫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战，用当地人的话说，这是一场80年代的上甘岭，残酷而异常。八里河村位于中越边境最前沿，是当年战事最为激烈的主战场之一。这个小村庄三面环山，从村子翻过东山就能进入越南境内。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在战争期间，八里河村的主权被来回争夺多达15次。为了不让对方打到自己的地盘，双方在边境线上埋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据不完全统计，仅麻栗坡县这一带就被埋下约100万颗地雷，形成了世界上最复杂的混合雷场。这里的地雷种类繁多，有中式、粤式、苏式、美式等，包括防坦克雷、防步兵雷、松发雷、半发雷、跳雷、轨迹雷等数十种。更为恐怖的是，当年交战部队采取轮战制度，每一支部队接管阵地后都会重新布雷，因为他们不相信前一支部队的布置，这导致地雷层层叠加，密度惊人。老山雷场的地雷密度高达每平方米3至5颗，而八里河村某些区域每2平方米的土地上就能找到7颗地雷。1989年，随着中越关系逐渐缓和，这场持续了10年的边境冲突终于结束。然而，硝烟散去后，战争的阴影却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笼罩着八里河村。那些被埋在地下的地雷，成了这片土地最终的占领者，让和平年代的村民们继续打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官方数据显示，这些地雷中有相当比例是塑胶雷，它们的特点是难以被金属探测器探测到，报废期长达120年。也就是说，从埋下的那天算起，直到2100年，它们仍然具有致命威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崂山多雨，每年有半年的雨季，雨水冲刷和泥石流常常会改变地雷的位置，
让原本标记过的安全区域再次变得危险。当战争的记忆渐渐淡去，这些无情的战争遗产却在岁月中静静等待，随时准备收割无辜者的生命。八里河村从一个普通的边境小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雷村，村民们开始了与地雷共存的艰难岁月。在八里河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被地雷伤害过。据统计，全村200多名村民中有100多人不同程度的被地雷炸伤，其中11人失去生命，3级残疾以上的达46人。每一位村民都有说不完的地雷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变故。王清明，八里河村最为人熟知的触雷之王，他的经历堪称村里最传奇也最悲惨的。1986年，年仅16岁的王清明在山上放牛时，无意中踩响了第一颗地雷。当时村里没有人了解什么是地雷，对这种隐形杀手一无所知。只听到当面说有什么地雷，我还不知道，连整个村都不知道。这上什么叫地雷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是会炸死人，我们不知道这叫什么。他们说地雷，我们从来不还是做梦都没梦得到，梦不到的。王清明说起当年的情景，仍然记忆深刻。第一次触雷后，上百颗弹片打入王清明的身体，至今他体内还残留着80多个取不出的弹片。每次坐火车经过安检时，仪器都会报警，他不得不随身携带医生开具的特殊证明。然而，不幸远未结束。1989年，王清明和哥哥上山砍柴时再次触雷，这一次他失去了右腿。当时我只听到好像有一个人在我后面推了一下，我就把我吹差不多有2米远嘛，吹上2米远。我大哥他说：“哎，你被地雷炸了，你不要动。”他就用那个到山里面找那个藤子嘛，把我的腿砸起来，他就背着我跑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清明的声音有些颤抖。第二次触雷让这个年轻人一度想要结束生命，想过很多啊，想过很多，想过死，说已经自己的脚已经被炸断了，就想来想去就不想活，就是想着说从自家就找一根麻绳来把自己吊死的那种感觉，就是想过了。在家人的反复劝阻下，王清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而，厄运再次降临。1993年，他在田里耕地时第3次踩响地雷，这次失去了左眼。面对命运的无情捉弄，王清明却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坚强。不管炸几次，只要我不死，保证老人家不要饿肚子。只有那一种想法，他为自己安上假肢，学会单腿行走，坚持外出打工养家。即使行动不便，他也从未放弃生活的希望，甚至还教育村里的年轻人不要冒险上山。55岁的陈正良和他的妻子杨其慧的家庭遭遇则更为悲惨。中越战争期间，他们的大女儿在躲避的溶洞口被越南的炮弹击中头部和胸部，抢救无效身亡。战争结束后，他们的2儿子在上山放牛回家的路上不幸触雷，长子被打了17个洞，当场身亡。失去2个孩子后，1994年，陈正良在上山砍猪草时又不幸触雷，从此双目失明。当时眼睛还看得着，走一小节路就看不着了。一直到医院20多天后，才勉强见到点灯光，后来就一直看不着了。陈正良轻描淡写地说，似乎已习惯这样的命运。如今2位老人靠国家每年发放的2000多元补助维持生活。尽管地雷夺走了陈正良的双眼，他仍然保持乐观开朗。然而，提起失去的孩子，他们只能长久沉默，眼中满是无尽伤痛。八里河村的村民们知道那些山上有地雷，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冒险。他们要种粮食，就得开荒种地；要喂猪，就得上山割猪草。无论何时，等待他们的都是藏在暗处的一颗颗惊雷。随着雷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有限的土地也在逐年缩减。在一些地方，人们被迫在地雷标记周围的安全小径上行走，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这片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王开学的一生就是一个从绝望走向勇气，从无助走向救赎的英雄史诗。11岁那年，
他亲眼目睹父亲被地雷炸成碎片的惨状，那一幕永远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推开医院门的那一刻，床上躺着几乎已失去人形的父亲，只有胸口以上部分还能辨认，腹部仅有一点皮肉艰难连接着残破的身躯。这个童年的噩梦成了他一生的伤痛，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动力。父亲死后，母亲很快改嫁，年幼的王开学辍学回家，只能和弟弟妹妹相依为命。他曾尝试外出打工，逃离这片危险的土地，却在工地上摔断腿，花光积蓄后不得不回到村里。命运似乎一次次将他推回到地雷的阴影下。面对无法逃避的命运，王开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与其被动地等待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不如主动与地雷抗争。这个只有小学2年级文化的农民开始了长达5年的自学历程，研究各种地雷的构造和原理。我要把炸死我父亲的东西彻底搞明白，他说。1993年，经过充分准备的王开学终于迈出了人生中最勇敢的一步，亲手拆除第一颗地雷。我第一次下了6颗，6颗地雷下了过后，冒了一身冷汗。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搞吗？谁都怕第一次。下了6颗地雷以后，就是冒了一出冷汗，在那里坐着抽了3根烟，想来想去还是很怕，心里还是抖。王开学的排雷装备极其简陋，一把农用镰刀，一把普通剪刀，几根铁丝就是他全部的工具。没有防护服，没有金属探测器，只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双稳定的手。我排这个地雷最简单的工具就在这里，这就是8号铁丝搞的。他展示着自己的简易工具，语气中透着自豪。为了安全排雷，王开学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先用除草剂清除杂草，再小心翼翼地挖掘地面，找到地雷后从侧面拿起，避免触发引信，然后小心取出雷管，从侧面拿着，把这个地雷侧抓着，用剪刀或者钥匙也可以，把上面硬的木头削掉，取掉螺丝就能把壳打开，拿掉石棉垫片，取掉结针就安全了。王开学讲解着拆除地雷的步骤，就像在讲述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务活。王开学排雷时的画面令人屏息，他半蹲在黄土地上，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拨开表层泥土，露出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体，那就是能夺走生命的杀手。阳光照射下，他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映衬着眼中的专注与警惕。专业排雷与村民的土办法有着天壤之别。现代排雷技术包括使用金属探测器、地雷犬和雷达，但在八里河村复杂地形中，这些技术对塑胶雷效果有限。塑胶雷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含有极少金属，普通探测器难以发现，且触发压力恰好设定在成人一只脚的压力范围内。尽管如此，排雷的过程依然充满危险。1998年3月，王开学在排雷时不小心触发了3颗手榴弹，我突然就闻到一个导火索的味道，就知道可能是手榴弹。第一感觉就是今天的运气很不好了。在1秒钟内分析，这绝对是手榴弹，然后就往后滚。王开学凭借多年经验及时躲避，虽然被泥土掩埋，但奇迹般的没有受伤。王开学排雷的动力源于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他曾解释说，自己选择排雷是担心，如果他不去做这件事，将来他的儿子或孙子可能会被迫开垦这些危险的土地，同样面临被地雷伤害的风险。他不愿看到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在王开学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义务排雷的行列，包括他的弟弟王开富。他们共同努力，为村庄开辟出一块块安全的土地。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王开学仍然活跃在雷区，继续与死神赛跑。他对排雷有一条铁则：每一次去拆除地雷、拆除爆炸装置，我永远把它当第一次，永远都把它放在第一次，不能有丝毫的马虎。31年间，王开学排除了14000多颗地雷，将225亩死亡之地变成了生命的绿洲。如今，油杉、黄花梨和澳洲坚果在他曾经排雷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不仅战胜了地雷，也战胜了悲伤和恐惧，完成了从受害者到英雄的华丽转身。面对边境地区严重的雷患问题，
中国政府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排雷行动。自1992年起，中越边境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扫雷，军队官兵们冒着生命危险为边民铲除雷害。第一次大扫雷行动于1992年至1994年进行，第二次从1997年持续到2000年，第三次则始于2015年。这些扫雷行动的难度之大，风险之高，被认为是世界军事史上最艰难的排雷任务之一。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下属的扫雷4队负责的老山雷区是任务最重的区域，总面积达20多平方公里。老山雷区曾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如今成为雷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扫雷官兵们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环境挑战。老山雷区的特点是山高林密坡陡，坡度最陡处达70至80度，官兵们有时候需要像蜘蛛侠一样吊着绳索作业。云南多雨的气候也为排雷工作增添了难度，雨季占全年1半时间，湿滑的土地让本就危险的工作更加风险重重。扫雷队政治教导员陈登全曾亲眼目睹战友在前往雷场的途中被手榴弹弹片击中头部牺牲，抱着我的手臂上，我的坐在那个大车那个车厢里面，应该是他就牺牲在我的怀里。这样惨痛的经历让每一位扫雷官兵都对安全有着极高的警惕。在中越边境的雷场中，地雷种类繁杂，结构各异。最危险的是鬼雷或轨迹雷，当你拿起一颗地雷时，它可能连着隐藏的线，一拉动就会引爆另一颗地雷，这个就叫轨迹装置。一位扫雷官兵解释道。与王开学这样的民间排雷人员不同，扫雷部队配备了专业的排雷装备，包括防护服、金属探测器和排雷机器人等。然而，由于地形复杂，很多区域仍然需要人工排雷。扫雷官兵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小心翼翼的作业，每一步都充满危险。据专家估计，排雷进度极其缓慢，要完全清除边境的所有地雷，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在扫雷过程中，即使再小心，也难免有伤亡发生。2018年10月11日，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战士杜富国在进行人工排雷时，手榴弹突然爆炸。为保护战友，杜富国挺身而出，结果身负重伤，失去双手双眼。杜富国得知自己的伤情后，尽管一度沉默，但他很快振作起来。虽然他再也不能亲自扫雷，但人们相信他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自己的使命，也许是通过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扫雷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这项危险而重要的工作。正如他被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所彰显的，即使失去了双手和双眼，他依然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杰出代表。他的那句“你退后，让我来”成为军人舍己为人精神的生动写照。扫雷部队的工作方式也体现了军民情深。每当一片雷区被完全排除后，扫雷官兵们会手拉手走过这片刚刚扫除的地带，以此向当地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工作的负责，更是官兵们向边民的庄严承诺。截至目前，中越边境的3次大扫雷行动已清除各型地雷，为爆炸弹等爆炸物137万余枚，移交了307平方公里安全土地。然而，据估计，仍有约42万颗地雷深埋在边境地区，扫雷任务仍然艰巨而漫长。地雷问题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危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仍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地雷之害。柬埔寨是世界上人均地雷密度最高的国家，每290人中就有1人因地雷失去肢体。阿富汗每月有120人因地雷伤亡。在波黑，战争结束25年后，仍有超过50万人生活在雷区周围。1997年，渥太华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得到164个国家签署，旨在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中国虽未签署该公约，但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排雷合作，并向柬埔寨、老挝等国提供排雷技术支持。八里河村的故事是全球地雷问题的一个缩影，提醒我们战争的伤害远不止战场上的厮杀，它的阴影
可以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在八里河村，地雷不仅带走了村民的肢体，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面对如此危险的环境，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村民不搬离这个危险之地？为什么要选择与地雷共存？答案藏在村民们朴实的话语中，土地才是我们的根基，离了这里，我们能干嘛？一位被地雷炸伤的村民说道。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灵魂的归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很多村民已经被地雷炸成残疾，失去了在外面世界里竞争的能力。大多数人已经被地雷炸伤成为残疾，受限于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成问题，更别说到别处去讨生活。一位当地干部解释道。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村民王清明向儿子解释的：如果没有老百姓，只有官兵，那还叫什么边境，叫什么国土？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民的家国情怀。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更是国家的边疆。生活在地雷村，村民们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生存哲学。王清明虽然失去了一条腿和一只眼睛，却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什么坏事都不要去想，尽量往好处的地方去想。只要我不死，我要保证我们全家不要饿着。我不是白来到人世间一转，我不是那种人。别人活着，别人活得多好，我应该跟着别人一样的好。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八里河村并非个例。为了保护下一代不受地雷伤害，八里河村的父母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村子里的孩子几乎都被送到10里开外的寄宿制学校读书，远离雷区威胁。年轻人则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离开这个危险之地。老人们宁愿自己承担风险，也不愿下一代面对同样的威胁。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和残疾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生活。一些残疾村民依靠国家发放的低保和残疾补助维持生计，有些则在安全区域种植经济作物。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从未放弃希望。在中国政府的帮扶下，八里河村的基础设施逐渐改善，村里陆续盖起了新房，通了水电，换上了太阳能。伤残村民还能领取相应的补助金和免费假肢。对口城市的帮扶和爱心人士的捐款也为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尽管如此，地雷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村民的日常生活。每当雨季来临，他们都会提高警惕，因为雨水冲刷可能会导致地雷位置改变。当地有一句谚语：干季地雷不爆炸，雨季地雷要人命。这不是迷信，而是血的教训。然而，在与地雷的长期抗争中，八里河村的村民们也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坚韧和勇气。他们学会了在危险中前行，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生死边缘找到生活的意义。正如王开学所说，在雷区趟过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活到今天，最大的秘密是害怕。这种敬畏生命的态度，使他们在极端环境中仍能保持清醒和希望。八里河村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人类精神力量的见证。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展现出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巨大韧性和勇气。当我们在城市享受和平生活时，很少想到在云南边境的八里河村，还有这样一群人与死亡共舞。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的诠释。自1979年战争以来，虽已过去40余年，但地雷的威胁依然存在。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王开学、王清明和杜富国等人展现了人性最伟大的光芒，用各自方式与命运抗争。中国的扫雷行动已持续近30年，成功排除137万余枚爆炸物，但估计仍有42万颗地雷埋藏在边境。那些塑胶雷报废期长达120年，意味着直到2100年，这些无声杀手仍可能威胁着生命。与地雷共存的生活，让村民们深知生命的脆弱与珍贵。每一步都可能是生死抉择，每一天都是对生命的感恩。尽管命运多舛，他们仍坚守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生的勇气和人的尊严。
我们期待有一天，八里河村不再被称为地雷村，而是以其美丽风景和勤劳人民闻名。期待村民们能在安全的土地上自由行走，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也期待世界上所有战场都变成和平家园。正如王开学所说，安全的土地才是子孙后代真正想要的，这既是他们的梦想，也是我们的责任。八里河村的故事不仅关乎地雷，更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史诗。你敢去这个中国最危险的村庄吗？如果你生活在那里，你会选择离开，还是像王开学一样留下来与地雷共存？看了这个故事，你对战争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如果这个故事触动了你，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和平来之不易，感谢那些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我们下期再见。